我们来到了越南的芽庄，这个最受中国人喜爱的越南旅游胜地。几年前，我们第一次来到芽庄，这里满是中国游客，中国各地的方言都能够听得到。如今，这里已经看不到几个中国游客的身影，韩国和俄罗斯的游客成为了这里的主力。很多当地人都很怀念曾经络绎不绝的中国游客。芽庄之所以受到全世界游客的喜爱，是因为这里的阳光海滩。在海滩上租一个躺椅，吹着海风，浪费一天的时间享受日光，是很多人的选择。但除了阳光海滩，这里也有悠久的历史。在古时，越南南部有着战族的王国，如今芽庄还有古代时期战族的遗址保留下来。结束了芽庄之旅，我们还是乘坐卧铺大巴前往下一站，越南群山间的城市大乐。下面跟着狒狒和文涛开始今天的旅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正在背包环游东南亚。那这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最喜欢的一座越南城市芽庄。其实呢，今天已经是我们到芽庄的第3天了，但我们俩刚刚才出门。前面2天呢，我们就一直在酒店的房间里待着啊，剪了剪视频，剩下的时间就在酒店的楼顶的泳池上看看大海，吹吹海风，就这样子。芽庄是我这趟来越南之后啊，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停下来，就什么都不做，也不去看景点，就单纯的度假和休闲的地方了。这2天芽庄的天气特别好啊，每天都是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。这2天的温度也特别舒服，每天早晚最低是23度，然后中午最热的时候会到30度，就稍微有点晒。大家看一下，我这2天已经换上了清凉的夏装，不像前段时间啊，天天都是冲锋衣、牛仔裤的。我们第1天到芽庄的时候啊，我就感觉芽庄特别像三亚，大家看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整座城市都是沿着沙滩这样子铺陈开来的，然后这边呢就是大海，完了长长的沙滩上全部是旅游度假休闲的人们。我们计划在芽庄待4天，主要任务就是休息和看海。那明天呢，我们计划在芽庄市区和周边的一些景点去玩一玩。其实全世界这么多游客来芽庄呢，最主要就是来看海的哈，因为芽庄有漫长的海岸线，有洁白柔软的沙滩，还有清澈见底的海水。芽庄市区周边还分布着那种像珍珠岛啊、黑岛呀、残岛，很多非常适合潜水的一些海岛。但是我和文涛呢，5年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报了这种海岛游啊，出去已经玩了好几次了，所以这次我们来芽庄主要就是休息了。另外呢，芽庄这里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项目，就是泥浆浴，就是用泥巴、泥浆什么的把身上全部浸泡在里面。因为那个泥浆里面据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，对人体比较好。还有一种说法啊，说是芽庄的海风跟别的地方也不一样，海风中富含碘，人在这个海风中对身体也好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。总之呢，现在这个温度和湿度下，我们站在海边看着海浪，吹着海风，的确是蛮舒服的。但是怎么感觉有点玄幻色彩呢？传说的感觉。未经科学证实啊。对，能发现芽庄这海滩啊，它确实很美，但是这个因为全世界来的人很多嘛，现在也不是很干净。我们狒狒刚才走路的边走，还要看着脚下，别被烟盆绊一下。垃圾确实有点多，对，垃圾稍微有点多。芽庄人真是多哈，哪个国家都有。对，不过呢，我发现一个现象，我和文涛5年前来的时候，我们报那个4岛游，主要的游客群体以中国人为主，但这次来了之后呢，发现这里的游客主要来源地是韩国、俄罗斯，还有其他的欧美国家，反而是曾经的占大头的中国人现在少了很多。是的，我们几年前来的时候，在这海滩上走路，碰到一个叔叔的河南的，再碰到一个叔叔阿姨又是什么东北的啊，到处都是中国的人。反正上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沙滩上经常就有阿姨挥舞着丝巾，对，来再给我照一张，哎，这个我们2个再合一下。是一群阿姨，这次来了已经没有了，看不到了。这2年哈，东南亚这边的消费真的蛮高的。就芽庄的这个沙滩椅而言吧，我刚才去问了一下哈，每个人要10万盾，就人民币30块钱，给你能坐一会儿。这个价格呢，因为我印象中我去年去海南的一个5A 景区叫分界洲岛，他们景区里的椅子只需要20块钱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价格确实不低哈，是吧，涛哥？嗯，像我们2个人坐一会儿的话就60块钱。对。
我记得几年前来的时候问的，在这儿问的是一个人15。15人民币，对，一个15人民币，对，现在已经30了。现在挺贵的。这2年我听说东南亚几个国家物价都涨得挺高的。我们这是来的第一个，等我们后面几个再给大家去，看一看当地的价格水平吧。所以你看，有很多人都自己带的那种，对，浴巾啊，对对对，就铺在那儿，坐在那儿。你好，一个人10万可以坐多久？没有分钟了。啊，可以随便坐。好，谢谢。芽庄的美就美在它的沙滩，还有它的海浪。大家能看到这边的海浪其实很大的，很多冲浪俱乐部的人他们都来这边来玩，而且呢，据狒狒说，芽庄前面那边的海是比较适合潜水的。How much？ 啊，好，5万。哇，我刚才问那个哥们儿椰子多少钱一个，我说 How much？ 你来了就5万。在别的地儿都是阿尼亚塞优，在这个地方都是5万。我们沿着芽庄的海滩在逛的时候啊，发现这边好像有一个特别大的演出现场。刚刚我问了一下现场的一位保安大叔，还有一个小哥哥哈，他们说这里明天晚上会有超级大型的演出，而且呢，明晚12点还会放烟花。真的是太巧了哈！我们虽然没有赶上岘港的那个龙桥喷火和喷水，但是来到这里呢，赶上了明晚上的烟花表演。我们正好的订的酒店就是后天退房，后天走啊，太巧了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是芽庄，算是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，这里叫做沉香广场，这里有越南的国旗。那边那个建筑啊，就叫做沉香塔。这个塔肯定是有它的越南语的名字的，但是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沉香塔。因为芽庄的沉香是特别有名的，我们过来之后啊，满大街那种特产店里面都有沉香。然后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，世界的沉香看越南，越南的沉香看芽庄，非常有名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塔的造型就特别像刚刚从土里面钻出来的新鲜的那个竹笋芽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芽庄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感觉在里面啊？我们继续往这边看，这里就是芽庄这个文化中心了，所以这块区域呢，大家以后来这边玩一定会来到这儿的。我们在芽庄待这几天啊，感受最大的一点就是，芽庄作为一个旅游城市，这边不仅外国人多，而且越南本地人也是很多的，是吧？什么？越南这边本地人就是芽庄这边越南本地人很多哈。对呀，刚才我在沙滩上呢，跟2个小姑娘聊天，她们是河内来的，她们在河内上大学，然后来这边度假，因为这个时间点她们应该也放假了吧？就来海边玩。芽庄的海是全世界著名的，所以游客很多，本国游客也多。对，越南真的哪里都在踢球啊！哎，人家的足球怎么能不好呢？穿的还是曼城的球，哇，厉害呀！我们在越南待了这么久啊，想吃一下肯德基、麦当劳。这边有一家麦当劳，我们就打算做今天的晚饭了。 We have the burger, chicken, and combo. combo。咱们看一下套餐吧。 Check your order one more time because the burgers cannot change, so it don't appear here. Yeah. So check out. Can I pay by cash? Yeah. Your cash. And then you have the sticker here. Then you bring to the counter and pay for. 啊 ，OK OK。哦，我们在这儿点完之后去那儿付钱就好了。我还以为是在那儿付呢，我以为在机器上付呢。我也以为是机器付的。为什么我习惯性的掏手机准备扫码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了。我们俩是第一次在越南吃麦当劳啊，本来以为外国人只能去前台那个人工那儿去点，没想到呢，他们这个机器也是可以的。点好之后会给你打一张这个小票，然后你去前台付款，付现金就可以了。看一下我们点的是什么啊？我们点了个双人套餐，2杯饮料，一个可乐，一个芬达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炸鸡，鸡腿吧？哦，这个是炸鸡腿，这个是2个炸鸡翅，对，2个鸡翅，这个是一个小份儿的薯条，然后2个堡，一个是鸡肉，一个是牛肉，看一下，
哦，这个里面加了好大一块芝士呀！好大的芝士。这个是牛肉堡，对，那这个就是鸡肉了。这个价格我觉得跟国内差不多吧。我们点这个套餐哈，一共是换算成人民币是57块钱，57人民币。涛哥，你觉得跟国内比呢？感觉因为我们俩这几年没有在国内吃这些快餐类的，所以不太清楚。感觉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我们在国内其实是不吃的，因为在国外是实在是找不到合胃口了哈。感觉麦当劳、肯德基还算是比较能跟以前的口味相接近的。看一下，这个唯一不太一样的是，它把生菜切的比较细。国内一般是一片儿，对，放上去。哇，好香啊！闻到面包的香味儿了。味道是一样的。没有说是加入越南当地特色的鱼露呀、柠檬这种。对，所以说在越南吃肯德基、麦当劳和必胜客哈，还是应该不会吃不惯。对对，还是比较能合口味的。吃完麦当劳之后呢，决定逛一逛，然后碰到这边居然有芽庄夜市。费跟我说芽庄夜市可无聊了，我们本来不打算转的，结果碰到了，还是要转一下。哇，那哥们儿就跟我们说韩语。我发现我们俩在这边不但会被越南人认成韩国人，甚至我们会被韩国人认成韩国人。今天我们俩在沙滩上的时候，有两位韩国的女士啊，直接就跟我们俩就很自如的聊起来了，聊到韩语。我们俩一句也听不懂。夜市感觉什么都有卖的哈，就杂七杂八的。怎么没有吃的呢？全是衣服和包包。吃的估计在后面。有可能。哎，这个比基尼不错啊。我能穿吗？可以啊。Hello, how much? How much? 多少钱？他看看。哦，他不知道多少钱。应该上面写着呢。啊，一身的是吧？他给你打的。啊，35万。350还是35？350K， 35万。35万。那你会中文啊？好厉害！好厉害！35万元105块钱。这个好看是吧？啊，3件，它是3件式的，上面还有一层这个纱。哇，刚那个小哥的普通话老厉害了哈！对，各种给狒狒砍价。我就没有说话，他一直在降价，因为我感觉那个稍微有一点点，不适合我这种多肉型的，所以我就没有要。然后小哥一路从35、20、32，不行，25。他们走了，25少给你了。哎呀，我们买一个冰棍儿，然后老板直接给我们翻出来的中文菜单。不，亲，刚开始是这个菜单，我还说这些咋整，看不懂啊。这个是俄语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英语，这个是越南语。老板直接翻过来，当，中文菜单。它这种冰淇淋有很多种味儿，你看下面是这种跟冰棍儿一样啊，就罐插着的这种圆柱形的。你看我们要什么，每一个价格都一样，都是2.4块一个，人民币2.4块一个。黑豆、红豆、绿豆，狒狒买单，我来吃。好吃吗？什么表情？你这是？感觉有一股青海老酸奶的味道。对，我也吃的有点那味道。这个夜市啊，这印度人、俄罗斯人、中国人、韩国人，而当地的做生意的小哥很厉害。我看那小哥一会儿说韩语，一会儿说俄语，一会儿说汉语，这个差别有点大呀。他可能还会日语，我觉得。这家价格贵吗？这家有中文。39海鲜的这种，我觉得还可以啊，一盘39块钱。你好。糖醋酱炒。China。中国。你好，吃海鲜吗？哎，你中文这么好。那老板中国人的。你们老板是中国人？广东人。广东人。哦。你看中国人很多的。中国人。都是中国人吗？啊。哇，炒冰啊！今天是我们在芽庄的第4天了，我们终于从酒店出来，打算出去玩1天了。那现在我们刚刚打上了一辆
Grab 准备出发去芽庄很著名的一个景点，叫婆纳加占婆塔。从我们酒店过去呢，有个3-4公里吧，也不算太远哈。打了一个 Grab， 应该是1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今天的芽庄依然是晴空万里，碧海蓝天，这天气太棒了，温度也很舒服，21、22度，最高是30度，就中午稍微有点点晒。前2天在顺化、岘港、惠安那一星期真的是太难受了，每天都在阴雨中。我们已经到终点站了啊！刚才打车过来，换成人民币是18块钱。后面就是景区了，占婆塔。不过我们打算先在这儿买个甘蔗汁，我刚才看到有很多卖果汁的，这有金桔茶，还有甘蔗汁。买个甘蔗汁吧。1万3块钱，买甘蔗汁哈。多大的杯子？this。他们怎么知道我指的这个是甘蔗汁呢？应该一共就2种嘛，是吧？第一个是金桔茶，第二个甘蔗汁，3块钱，不知道多大一杯。好多蜜蜂围着这个。这是拿这个新鲜的甘蔗现榨的，这很多是蜂蜜，不是苍蝇啊，好甜，蜂蜜都过来了。哇，果汁已经出来了，好多汁液呀。大哥给我说让我看有很多蜂蜜，应该是告诉我它的果汁很甜的意思。Thank you。对，刚买到，迫不及待地喝起来了。谢谢，感恩，感恩。好甜啊！3块钱一整杯，用了2根甘蔗，2根大概40公分长的甘蔗榨出来了这么一杯，好甜啊！这个芽庄的旅游景点呀，真的每个景点都写的是各种的英语、汉语，还有越南语。甘蔗汁真好喝，就有点渣，喝卡着喉咙了。一会儿再买一杯。我非现在去买票去。干净又卫生，便宜又量大。这里到售票处了，售票处也是中文。我听到了好多人在说中文了。好像一个人3万9块钱。Hello, 2 tickets, 2。9块钱的门票，我多少年没见过这种门票了。我问一下，他这个卡一会儿是不是要交回来？我会在这边买票的时候，听见我们旁边这个叔叔阿姨啊，他全是，至少是华人，都在讲着汉语，感觉好多大陆的，有好多别的地方的。这边的门票哈，他给了2个这样的卡片，然后说一会儿进门的时候呢，门口就把这个卡片收走了。这个还不是那种硬纸卡，它是就跟银行卡一样那种卡片。大家看一下啊。马上我们就要参观这个了，这个号称越南的小吴哥窟。太好了，终于碰到中国人了。碰到中国人了你们是旅游团吗？都是浙江人我们是西安的。随手一拍都是中国大妈，中国的叔叔。这个口音听着好像是大陆的啊。对。你们从哪里来的？北京。我们西安的。西安的跟团是吧？你们？我们现在已经刷完门票进来了，这个位置是门票检票处旁边一点点，等于还是在入口处。但因为这个景区不算特别大哈，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完整的看到整座的婆纳加占婆塔。这个塔呢也被称作越南的吴哥窟，它是建立于公元7至12世纪，是一座印度教的建筑。婆纳加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，所以当地人也把它叫天衣女神庙。然后当地的越南语他们发音的是 Panaga， 有这个发音，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婆纳加占婆塔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天衣女神呢，在越南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沿海地区供奉的妈祖，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，也是守护着这边靠海谋生的当地的渔民的生活。那了解越南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哈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越南是一直分成南北2个部分的。那越南北部的历史，我们之前在河内环建湖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。而越南的南部在古代一直是被掸族人统治的，当时叫做占婆国。
他们所信仰的是婆罗门教，也就是印度教在古代的形式。所以呢，这个占婆塔哈也是在掸族人统治时期，在那段时间去建立的。那我们现在就上台阶去占婆塔的跟前去看一看哈。虽然说号称小吴哥窟，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还是很壮观的，是吧？对。我们下个月就要去真正的吴哥窟了，对，柬埔寨了，所以这次先预热一下，了解一下。前面这个好像是韩国的团，对，韩国的团。这边韩国的团、中国的团非常多。但是为什么欧美人他们不太弄这种旅行团过来？是因为太远，还是不习惯这种方式？因为芽庄整个它这种欧美就少一些。我感觉这边的旅游团都是东亚人啊。神塔的下面是有10根大的石柱，还有12根小的石柱，他们是两这样对排放的，然后中间是供奉香火的地方。不过呢，我看哈，这2个应该是古迹。对，这边的这几个一看就是后面才修的。这个砖太整齐了。对，跟那些完全不一样。对。中国的阿姨们已经开始带着各种的连衣裙拍照了，这次没见丝巾，可能是进化了。帽子也好好看。对，衣服真漂亮，对，飘逸的感觉。俄罗斯美女和中国大妈相得益彰啊。没想到啊，这个门票只需要9块钱的景区里面，竟然还有表演。刚刚为我们表演的就是掸族人，在这个舞台旁边，我们还发现了一块上面全是刻着汉字的石碑哈。这边我看了一下呢，它是公元1856年刻的，然后上面写了当时刻这个碑的人，他是礼部尚书潘清简奉传。然后这个地方呢写了庆和布政使，因为芽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庆和省的。那在1856年那会儿是他们的阮朝，当时他们的这个就是礼部呀什么就6部啊，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，也有这种庆和省的布政使，很像，就整个的官署的设置都很像。所以阮朝当时就是用汉字的哈。占婆塔这里的掸族人在举行着什么仪式？有很多的食物，这里有米饭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像是调味料，这个应该是盐，这个绿色的应该是有蔬菜。这里就是占婆塔的主塔了，我进去参观一下。这边要求啊，必须是长衣长裤，如果你的裤子太短的话，就要穿上这种蓝色的，是景区提供的衣服。进这个主塔，鞋子也是需要脱掉的，但是里面呢不允许拍照。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边标明了服装的规范，短裤、短裙不过膝盖的，还有露肩膀的衣服都不行。那个里面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神殿，中间供的就是天一女神像，上面还有4个汉字，写的是天一古塔。周围有很多那种对联、那种匾，上面也全都是汉字。里面其实，那个神殿特别大，但那个神像不算特别大。然后里面有很多当地人在拜。离开了芽庄的占婆遗址之后呢，我和狒狒走了5年前同样的道路，来到我们下个景点。5年前我俩就走这条路，一模一样。我俩回起了5年前的很多场景，点点滴滴，包括我们路过了芽庄大学，对，在芽庄大学的门口还买了一份炸土豆、炸土豆块儿，对，都是一样的场景啊。这条路还是跟5年前一样，这边停了好多旅游大巴和出租车，还有私家车。我觉得比我们上次来颜色要好看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可能那天有点阴，有点晚，而且也有点阴。对，那个海水是泛灰色，现在好蓝啊。对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
中屿石甲岛。5年前来这儿的时候，我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挥舞着丝巾，在那个石头上跳舞。哇！他们是这个造型，一个丝巾，对。然后在其他阿姨一起，姐妹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哇，这条海滨公路绝了！看，对，这也太美了吧！这么长一片沙滩都没有人，然后这边就是越南人的民房，他们自己的房子啊，自己地上建的房子，家家都是海景房。对，前面一点就是太惬意了。雅庄大学。对。这啥玩意儿？风筝，哆啦 A 梦他们呀。静香大熊。对。我怎么记得我们5年前来没有收费呢？可能我忘记了。我记得有个收费亭，是吧？对。现在这里的门票是一个人3万9块钱，跟那个占坡塔是一样的。从哪边进？前面也是这种卡，应该从那儿一个门儿。前面拦起来了，不让走了。这个上面还能继续上，很多人在上面拍照哈。这边有很多这种天然的巨石，好多人都在跟石头合影。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也在上面拍过一张。这个地方呢叫中屿石甲岛，石甲应该海边的朋友比较熟悉吧？石甲就是一片比较狭长的、很窄的一块陆地，深入了海中，叫石甲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是从远处或从高空看，它就是很窄的，像一个老虎尾巴，就像老铁山那块一个老虎尾巴那样子伸进去的，所以叫石甲岛。懂了。我们从海边回来了，刚到酒店啊，酒店的楼下就有一家中餐馆，我们其实来了第1天就看到了，但这2天一直没有机会吃。明天呢，我们就要离开雅庄了。离开雅庄之后呢，下一个城市大乐啊，以及后面的城市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中餐厅了，因为雅庄中国人比较多嘛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就在这家川香中餐馆吃顿中餐吧。走。那现在来这边全是中国的团。没有，韩国人跟俄罗斯比中国多了，前几年少多了。前几年少多了。你这中餐现在都是中国人吃，越南人吃不吃中餐？有，但是比较少。少啊。韩国人、马来西亚这个都有，但是比较少，主要就是中国人。说白了。我们刚刚已经点好菜了，我们点了一个素菜，一个炒蛋，一个炒肉，3个菜，2人3菜应该够。老板说他们家量还可以。给大家看一下这家中餐馆的价格，我觉得比我5年前来的时候看那个面便宜了点，因为当年1碗牛肉面都要48块钱，对，就15还16万吨，挺贵的。我还记得5年前我费特别的饿，然后跑到我们楼下刚好看一个那个牛肉拉面，对，兰州拉面。然后我们进去全是中国的叔叔阿姨，我们说那碗面多少钱？一问15还是16万吨，对，我会直接震惊了。所以我就看它这个菜的价格还可以，你看。我们点了一个，就是蔬菜类的，点了一个哈，点了个青椒土豆丝儿，因为我特别想吃土豆丝儿，土豆丝儿是18块钱人民币，对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在下面涛哥点了一个这个韭菜炒蛋是吧？对，韭菜炒蛋是20几，看不清，22还是25？22，25，不知道是哪个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肉类，它这边的肉类呢，基本上都是38的比较多，比如说青椒肉丝，就这种。菜肉混合炒的这种，我们点的是鱼香肉丝，也是38，差不多。然后这种最贵的菜，贵一点的菜可能就是这个毛血旺，对，一份93，其他的价格还可以，都是30多40。就是总结一下哈，素菜在10几20，荤菜在30多40多，对，最贵的那种一大份大荤那种可能是80多90，就这个价位。米饭是老板说一个人3元，不限量，按人收。感觉还可以哈，在国外吃中餐其实算这个价格，这个价格其实就跟我们在西安找一家那种商场里面的菜馆，对，或者是那种稍微好点连锁的菜馆，对的，差不多的价格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但我觉得应该不错，因为这家老板是四川人，对，应该是不会差的哈。对，昨天还跟我说的，说我们有时候在川藏线上吃饭哈。也这家，对，也是这个价格。就西藏那边的价格，比咱们就是内地的省份
稍贵一些的。对，越南这边的跟川藏线上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价位。对，但现在呢，来越南旅游的中国散客越来越少了。老板的餐厅就坐的我们2个人，孤零零2个人。我们吃的这家川湘菜馆，老板的装修呢也是特别有中国80年代那种感觉，它那种水壶、电视、电风扇，哇，还有旅店、录像厅，天哪！还有这个地方里面是包间，然后这个圆形的这个拱门哈，也很中式。虽然大家经常说土豆上不得席面啊，但是这个作为我们国民家常菜，我太爱享这一口了。哎呀，这光是闻闻就好满足。我们的3个菜上齐了，这个菜量还可以，我觉得我们吃完应该会比较撑，如果吃完的不剩的话。在我这个角度看啊，这颜色首先就很好，它绿、黄、红，对，特别有食欲。哎，我们中餐真是绝子 ，No. 1。我在越南半个月，天天吃粉，吃哭了，家乡的味道。想哭，真的，我感觉我死寂了很久的味蕾终于活过来了，就开始跳起来了。我们刚刚经历了风卷残云的20分钟。刚吃完这顿中餐之后呢，费伟做了个决定，说以后每个月一定要吃一顿中餐，要不然日子没法过了。现在天黑了，到饭点了，我们这个老板比较忙哈。刚我们跟老板聊了一下哈，老板说是这边的蔬菜还有肉类是当地采购的，但是呢，像调料越南本地是没有的，全部是从国内运过来了，所以算一下成本还是蛮高的哈。但这边的这个厨师呢是咱们四川人，不过他们服务员雇的就是越南本地人了。我一会儿给老板直接扫微信吧，老板这里是支持微信支付宝的，比较方便。看看我们100多块钱的酒店早餐，这里是饮料，这里有人现场在做粉，还有煎鸡蛋，这边是一些糕点、面包，还有水果，这里就是越南特色的各种粉。这2个罐子里面是粥，海鲜粥、鸡肉粥什么的。中间这个台子上有各种各样的沙拉。我跟费伟结束了几天在芽庄的算是度假之旅吧，带了大家看一看芽庄休闲的景色，同时我们也休息了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大乐了。这是我们的车票。对。现在等着那个摆渡车来接我们。越南这边的福塔还有很多的运输公司都挺好的，它都是会派一个小车把你接到总站去。我们是3点半的车，现在已经3点10分了。我和费伟快急得要死，然后我们那个司机师傅呢，感觉一点也不急，在那慢慢晃。时速5公里再往前走，然后听着这种闽南调调的这种音乐，最悠闲的音乐，对，最悠闲的，我俩都急死了，我们的车马上就要开了。对，越南人的性格完全不着急，越南人真的太稳了。我们到福塔的巴士站了，我们这个小车晃晃悠悠的，总算赶在开车前几分钟到了，终于晃到了。我们今天的车晚点了，我刚才问了一下售票亭啊，说我们的车晚了45分钟，本来是3点半的车，现在晚到4点15了。我没有想到这个大巴车竟然也能晚点。刚刚我在这个阿姨这儿买了一包薯片，看起来不错啊，感恩感恩。我们的大巴来了，大乐芽庄。我这会儿终于知道为什么这边大巴会晚点了。原来这个跟飞机一样，它是同一班直飞的飞机哈，是同一辆车，所以这个车从大乐到芽庄到了之后呢，里面的客人下完，其他人才能上，所以因为这个车来的晚了，我们就要在这儿等。现在这个车里面的乘客刚下完，可能还要再把里面整理一下吧，被子什么叠一叠，我们再上吧。
这边很多游客哈，背包的全都是去大乐玩的。我们刚刚在这儿还碰到了2个中国人，3位，就里面的这几位，这是我们中国人。嗨，离发车还有10几分钟，我来上个洗手间。要脱鞋好像是，哦，脱鞋，好的，脱鞋，然后穿他们的这种拖鞋进去。这边是收钱的，一个人3000盾，人民币9毛钱，上个厕所9毛。我这个男女怎么分？这穿裙子的是女的。我们已经上通往大乐的巴士了，从芽庄到大乐。这次呢，我和狒狒提前买好的票，因为我们上次从芽庄下车的时候就在这儿买好票了。对，我们提前4天订的票，所以终于订到了1层。而且，这个车还有帘子，我发现，你看，可以拉起来。虽然说从芽庄到大乐只需要4个小时，但是呢，这边买的票全部是这种 sleeping bus。它没有那种坐票，都是让你躺的卧铺票。今天的路虽然短，但是今天要盘山，因为大乐在高原上，海拔1500米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出了芽庄市区之后，可能就要翻山了。哎呀，能躺平啊？可以，我今天这个位置好宽。看看大家的，每个人都把自己帘子拉起来了。哇，这个好窄，好窄！我现在在最中间的位置，这边就是上下2层，然后后面的，哦，哎呀妈呀！来了个急刹，帘子全部关起来了，把我还弄下去了，把我直接掉下呲下滑下去了，好舒服呀！终于睡了一次1楼。看一下现在的海拔，已经是900多米了，而芽庄呢在海边，海拔基本上就是海平面了。停车休息了，现在可以去洗手间了。哇，1层就是方便啊，起来就可以走了。我没有拿自己的鞋，下面的筐里有拖鞋。这鞋稍微有点脏，我刚找了半天。这2只干净的，但它都是右脚，就这样吧，凑合着穿。山里边的温度好低啊，来了之后呢，感觉胳膊整个在发凉。哇，现在正在落日，下午的6点，这会儿是，好美啊！很多人都下车在这儿拍照。这是一个山里的服务区，可以吃饭、买东西。这里有卫生间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前面的板房里就是厕所。外面有个小池塘，过来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服务区餐厅的后厨了，算是。我看里面还有人在做饭。我现在回车里去换文涛，因为我们俩得留一个人在车里边看着东西。我们今天坐的福塔这个车明显高级了很多，座位比较长，腿可以伸直了，包括文涛也可以伸直，有帘子。里面呢，我刚刚还发现有可以充电的地方，这有一个 USB 口，这个里边还有2个，然后这个地方有灯。我和狒狒已经从这个大巴上下来了，就是福塔的大巴，然后刚到大乐。哇，大乐真的超冷啊！山城很多当地大乐的人，他们都穿的是羽绒服。对，人家当地人都羽绒服啊。对，羽绒服、短裤、拖鞋。我们俩是短袖。这个地方的海拔是1500米，所以特别冷。我看这2天的温度是13到25，现在是晚上，应该比较凉。我们一会儿坐沙特 bus 再去我们的酒店，坐个接驳车。对，大概多久离我们酒店？你看地图。2公里，2公里，几分钟。可以了。哦，我们的车可以上了。我们已经上沙特 bus 了，现在准备出发，所以已经冻成狗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这个沙特 bus 坐的还是挺多的，都坐满了。我觉得越南这点特别好。对，每次坐这种长途汽车哈，只要你订完票之后，基本上从酒店开始，
你就不需要操任何心了。是的，他们会到时间到酒店来接你，然后送你去另一个城市之后，再有一个另外的接驳车送你去下一个酒店，特别爽。如果没有这个车的话，我们要一般多花20-30块钱才能这到我们的酒店。边打车很贵的，2个城市2头的打车加起来就得40-50了，蛮贵的。因为大乐是个山城嘛，所以特别的冷。哎呀，冷死了！咱们明天啊又得把冲锋衣翻出来了。我以为我们从那个顺化再往南走，一是不下雨了，二是这个纬度一直在降低哈。但是大乐不一样，我们几年前来过，那次来的时候我们俩也是穿得很厚，你记得吗？那个。我们的接驳车司机把我们放到路口了，离我们酒店还有50米，马上到了。下面就是，哇，我们要下一个很陡的坡。这个城市就感觉很像重庆，一个缩小版、迷你版的重庆，到处都是上坡下坡，上坡下坡。对，这个大乐就建在大山之中，所以波浪起伏的。哎，我们今天住的是个平房吗？好像只有2层啊。对，是个小的家庭旅馆。大乐好多都这种的。对，大乐这种大的酒店就 hotel 比较少，很多都是 homestay 这种。是我们今天酒店。这家房子不大，反正只有4-5间客房啊。OK。Thank you。让我们从这儿走。哦，在后面啊。对，就这个老板1楼的门面在做生意，这边是办入住的，是这家呀 MOC。原来我们不是平房啊，我们是3层的小洋楼、小别墅。我们在这儿办入住，要脱鞋好像。要脱鞋吗？我们上次来大乐也一样，这边这种家庭旅馆啊，酒店还好，这种家庭旅馆，一般主人会让你在外面把鞋子先脱掉。我们已经办好入住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。这个房间还挺大的，而且很干净。不过这个床也太大了，这个床是1.5米的吧？对，2张1.5米的床，这个屋里能睡4个人。其实，如果带小孩一家人住的挺好的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刚办完入住的时候，老板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可能不能洗澡，因为没有水。他会帮我们准备这个饮用水，可以洗脸什么的。然后别的用水就比较的紧张了。然后我就问老板，为什么是你们家这个水管什么坏了吗？老板说不是的，是大乐哈。最近是旅游旺季，来了好多游客，导致整个城市用水紧张。所以我们在大乐无论换哪家酒店都一样，大家都没有水用。所以看来哈，这个高原小城用水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。对，我跟大家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。我们在上次来我们就发现了大乐这个城市啊，对，在越南人当中是非常有知名度的，很多人都在这边度假或者干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大乐的一些建筑的照片，看上去就非常的小资浪漫。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法国人最喜欢的，而这边有很多建筑都法国人建的，所以整个城市的基调就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的浪漫。那我们就用现在仅存的一点点水，老板存了一点点水，我们简单的洗漱一下吧。对，完了我们就休息。明天呢，我们再正式的去玩大乐。其实现在并不是很晚，现在是晚上的8点整啊。其实我们附近有个大乐夜市，但我俩今天有点吃不下，主要那个山路来来回回绕的我们有点晕，绕的想吐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休息啦。我们明天再见吧。噔噔噔噔，我又回来了。刚刚我忘了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，就是我们订的这个酒店的价格，因为大家老在评论区问，但我每次都忘了说。所以我再补充一下，我们订了2晚的这个酒店，一共是280块钱，不到300。其实我们订的不是这个房型，是一个大床，就只有1张床的，但是可能没有了吧，老板就给我们换成了这样一间。好啦，就这么一个事情啊，散会，晚安。